别录我啊！不录那个重说一遍。对，不允许。你重说一遍，我就需要什么来？95后北漂夫妇辛苦攒的95万存入银行，等他们想买房取钱时，发现卡里的钱不翼而飞，还倒欠了银行150万。可他们分明没取1分钱，银行却说不关他的事儿，还说要在3天内还清楚这150万。所以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当事人姓翟，翟先生和他的老婆都来自河南，他们结婚以后一直过着早出晚归，在田里面种菜种粮食的生活。看着身边的人都出去打工，他和老婆商量也去了北京。一开始他们干的是建筑工地，环境十分的复杂，而且也很危险。两人干了一段时间以后，决定还是换一个工作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老乡找到了他们，说他们有个水果店，问他们要不要接手。翟先生去看了，发现这里不仅位置好，客流量也很大，于是夫妻俩盘了下来，每天都辛苦劳作，终于在10年里存够了95万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们就想着要不要在北京买套房子，然后把孩子们都接过来。找到房子以后，他们刚要付上定金，却发现连3万块都付不了。翟先生连忙去 ATM 机里查看，发现账户余额只有100多元，让他彻底傻了眼。那卡里的钱都去了哪儿呢？95后北漂夫妇辛苦攒的95万存入银行，等他们想买房来取钱时，发现卡里的钱不翼而飞，还倒欠了银行150万。银行不仅不解释，甚至还让他们在3天之内还完。可翟先生根本没动卡里的钱，于是立马报了警。根据相关的检查以后才发现，原来是有一次翟先生来银行存钱时，柜员看到了翟先生卡里的余额，于是动了坏心思，分3次把翟先生的95万全部转入该银行专员李某的账户当中，而这笔钱也被他们瓜分，而且还借着翟先生的名义又借了150万的贷款。这简直是天降横祸，翟先生立马要求银行退还他的那笔钱，但哪知银行却告诉他，这李某已经不是银行里的人，跟他们银行没有太大关系。翟先生认为这是银行在推卸责任，于是和妻子一起将银行告上了法庭。最终翟先生胜诉，但是结果都下来以后，钱还是没有回来，于是翟先生只好请求法院强制执行，最终95万回到卡里。同时某行的负责人也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罚款。浙江一男子存入银行330万，1年以后来取钱，钱不翼而飞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男子姓方，50多岁了，攒了半辈子的钱，存了330万，但当他来到银行，柜员帮忙取钱时，却发现账户里1分钱都没了。柜员多次查看，账户里确实没有1分钱。方某表示他确实往里存了一笔钱，可是没想到柜员逐渐不耐烦，并且说后边还有人办业务呢。方某只好找到该行的负责人，了解后开始调查方某的流水，发现他确实存入了一笔钱，但是存入后的当天这笔钱被转走了，并且上边还留下了方某的签名，但方某却表示自己根本没有签过字。警察赶到以后确认了签名的笔迹是一名邱姓签的，但是对方却不承认。原来之前邱某名下的一家公司资金链断裂，处于破产边缘，便通过银行里的好友来给自己转移了一笔钱，但现在他的公司已经倒闭，也无力偿还了。有人说这是银行柜员的责任，应该要求他来赔偿，同时邱某也要担任好自己的责任。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，又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呢？欢迎留言与大家一起讨论。